前段时间，乌克兰的蛛网行动震惊世界。就在居民还在讨论这场行动带来的后续影响究竟有多恐怖时，仅仅2周后，以色列雄狮崛起行动再次震撼全球。伊朗的指挥控制中心、弹道导弹基地、防空炮台全部被定点轰炸。随后，以色列的无人机和战斗机瞄准了福尔多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以及正在举行秘密会议的伊朗高层军事领导人。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此次袭击成功斩杀了伊朗军队总参谋长以及数名核物理学家。伊朗的军方高层损失惨重，哈梅内伊以下的高层指挥官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次行动，以色列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离不开摩萨德的努力。摩萨德是以色列特别行动和情报机构，是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的军情六处以及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并称为世界4大情报组织，其办事效率始终位于世界前列。该组织主要负责以色列对外的情报工作，因为神出鬼没的特性，又被称为中东魅影。摩萨德成立于1949年，是大卫·本古里安建国之初宣布成立的组织。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打败围殴过来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因为以色列强大的情报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70年来，摩萨德取得了赫赫战果，通过赫鲁晓夫的绝密报告，剿灭巴勒斯坦的2号人物，不远万里成功剿灭纳粹头目艾希曼。2010年在迪拜酒店做掉了哈马斯高官。2013年点杀黎巴嫩真主党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连续干掉6名伊朗核科学家，1位特工甚至差点在叙利亚当上国防部长。2024年，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已经悄悄渗透进伊朗的心脏地带，但当时没有人将这位失事总统的话放在心上。直到这一次以色列给予伊朗雷霆一击，2025年6月13号黎明未至，一声低沉的轰鸣撕裂了德黑兰的夜空。以色列国防军突然宣布，代号为雄狮崛起的战略行动正式打响，目标直指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与军事中枢，首波攻击聚焦伊朗西部防空体系，苏巴西、马拉盖及大不里士的雷达站成为重点目标。以色列军方出动了 F-351、F-16 等战机，在空射弹道导弹的掩护下，于伊朗防空圈外发起了打击。哈马丹的防空阵地与战术航空单位遭精准摧毁，为后续突袭扫清了障碍。首轮压制防空系统后，东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等边境省份的导弹基地及革命卫队设施连续遭轰炸。大不里士市附近弹道导弹发射车被彻底摧毁。待伊朗空防瓦解后，以色列军方转向德黑兰核心目标纳坦兹铀浓缩基地，遭钻地弹直接命中，地下浓缩大厅及离心机被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该设施已经严重损毁，表面上打得热闹，暗地里也没有闲着。摩萨德特工配合空袭，斩首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以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时他们正在伊朗首都的地下掩体开会，而这起会议据称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的策划下召开的。摩萨德先通过匿名媒体和隐秘渠道泄露了一些极其机密的情报给伊朗军方，诱使他们开会讨论。摩萨德通过内线情报将伊朗方面开会的时间、开会掩体的结构信息都扒了个干净。开会地点位于德黑兰郊区的一个指挥中心，该指挥中心建在一座民用仓库下方，由混凝土和装甲门重重加固，安全性非常高，所以伊朗方面根本就没想到居然会被精准狙击。以色列军方使用2架自杀式小型无人机，以掩体的通风管道进入，引爆预装炸药，成功破坏了掩体的防爆门，然后又发射了4架 F-351和1架 F-151GBU-39小直径炸弹，彻底摧毁了这个地下掩体和里边正在开会的伊朗高级官员。当以色列的战机逼近伊朗空域时，伊朗的多个关键防空节点的雷达信号突然失联， S-300系统启动失败，伊朗自诩密不透风的中程防空屏障形同虚设。当时外界一度认为是电子干扰，但伊朗军方后续调查表明，这些节点中有超过1半的控制模块曾在过去3个月被检修或调换零件。换句话说，以色列还没开打，伊朗的防线就已经被内部人手格式化。根据伊朗官方后续公布的战损报告，摩萨德甚至提前将爆炸装置藏入了多辆民用车中，这些车辆在关键节点同步爆炸，制造信号混乱与设备损伤。而在空袭前数周，伊朗警方就在德黑兰南郊的雷伊市发现一处维修车间，但这座车间里藏着的可不是维修器材和汽车轮胎，而是用于组装自杀式无人机的设备和以色列进口的飞控芯片。
这个隐秘的无人机作坊，从初级材料的走私到零部件的隐秘运输，再到核心控制模块的本地组装，整套链条看似杂乱，实则是环环相扣。根据后续的报道，我们了解到，为筹备雄狮崛起行动，以色列花了数年时间编织渗透网络。他们把导弹部件拆解，塞进了行李箱，将无人机芯片混入电子玩具货柜，用卡车和集装箱建立走私通道。最终，这些分解后的无人机组件被运送至雷伊、科尔曼、伊斯法罕等地，由摩萨德早年安插的技术人员秘密组装。这些无人机并非是传统军工级别，而是战术级加 DIY 版，外壳用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动力系统源自竞技的 FPV 无人机，配套使用小型图像识别系统，可以自动锁定核设施出入口、电力变压站或者是预警雷达阵地，最终自爆执行打击。当伊朗海关官员还在数美元钞票时，以色列人已在德黑兰郊区囤积了整支幽灵部队。更讽刺的是，这些潜伏小组主要是由伊朗人组成，经济制裁下名声凋敝，一些对政府失望的军人、技术人员被摩萨德策反，甚至一部分走私还是通过伊朗本国军用供应链进行二次转售。伊朗反情报系统的溃烂早有征兆。2020年，苏莱曼尼将军遭无人机斩首。2024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长钉导弹狙杀。每次重大安全事件都伴随有内部叛变疑云。伊朗革命卫队专注海外扩张时，本土防线早已千疮百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这次损失不是源于以色列的导弹，而是来自我们的信任系统。双方矛盾由来已久，以色列和伊朗的仇怨由来已久，两国一直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暗战。2010年到2012年间，至少有4名伊朗核科学家在德黑兰被暗杀。除了暗杀，伊朗还有各种精密的破坏行动。2010年，摩萨德研发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计算机蠕虫病毒，专门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控制系统设计。该病毒成功破坏了伊朗纳坦兹浓缩铀厂的大量离心机。这个病毒被称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网战武器，而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对抗是中东地区大国博弈的一部分，背后还有一堆国家在其中较劲儿。而这次战争表明中东地缘政治正在变得更加的复杂，对全球也有着极大的影响。首先就是能源安全，伊朗是石油输出大国，并且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大约20%石油贸易的必经咽喉要道。一旦冲突升级，就可能导致海峡封锁或者是航运受阻，全球油价立马就会飙升。其次就是核扩散的风险，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红线，获得了核武器，那么整个中东就可能会掀起核军备竞赛。以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公开表示，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那么沙特也会立马跟进。现在沙特启动的铀浓缩实验，土耳其核设施转向军用，中东本来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要是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核国家，事情就乱套了。摩萨德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